黄仁勋之前在 CMU 的毕业典礼上讲了一段关于失败的话，我印象特别深。Each failure is just another learning moment, a humility moment, a character strengthening moment. The resilience forged through setbacks is what gives you the strength to go again. 这个道理我特别认同，可到底该怎么做呢？难道我们要故意给孩子安排一些失败吗？大家好，我是 ZZ 爸爸，主业是 AI 产品经理，太太是儿童心理学家。黄仁勋说的这个概念，其实大家已经聊了很多年。有一本很有名的书，还有 TED Talk 叫 Grit， 就是把一系列心理学的研究浓缩成了一个概念。决定孩子走得远的，往往不只是天赋，而是遇到困难也能坚持下去的能力。今天就聊聊这个我自己也还在摸索的话题——挫折教育。我们家孩子刚学国际象棋不久，会经常犯错误，走错一步棋，觉得要输了就哭，不想继续玩了。我本来的第一反应是，哭什么哭，就是一个游戏，无所谓的，但根本没用，还是会哭。我后来突然意识到，这不是很正常的反应吗？我们看世界杯之前，日本被巴西淘汰，日本本来1-0领先，被追平之后，硬是又顶了半场，到最后几分钟才被绝杀。中场哨一响，好多球员直接趴在草地上哭。这些可是心理素质非常好的职业球员，你看，连他们输了都这样，何况是小孩？一个会因为输而难过的孩子，才是正常的孩子，因为他在乎。如果不在乎输赢，就没有动力了。那如果太在乎输赢呢，又失去了玩的乐趣。这里就有一个特别难拿捏的度，怎么把握才能让孩子不怕失败呢？这里我想说2个我正在尝试的方法。首先，我们来想想，谁最不怕失败呢？我第一个想到的是 AI， 因为我每天看着 agent 干活，他们身上有一种特别难得的品质。你给他定一个目标，他会一遍一遍去试。其实 AI 的底层逻辑就是通过不断的试错，给你更好的答案。现在 agent 甚至会给你看这个尝试的过程，他会自言自语，说我之前做的方向完全不对，现在我再去试一个别的方法，还会说下次我把这个记下来，以后就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了。你看，简直就是老师最喜欢的那种学生。AI 能不断尝试，是因为它没有情绪，而很多时候人不敢尝试，是因为害怕失败。说到这里，我想到我太太跟我讲过的，心理学里有一套治疗恐惧的方法，叫 exposure therapy。它的核心不是把你一下子推到最害怕的地方，而是在安全可控的情况下，让人一点点的接触原本害怕的东西。为了让孩子能继续下国际象棋，我就会让几子，这样的话不会那么悬殊，他们才愿意继续尝试。之后他下得更好了，不想让我让了，但实力还是有差距，我就去找了一个练棋的方法，叫 mini game， 就是在棋盘的中间争地盘，然后算分，不需要 checkmate 将死。那这个 mini game 的输赢呢，就没有说最后被将死的那么大的心理波动，而且还可以帮他训练大局观，而不是只想着去将军。所以克服对失败的恐惧，最笨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重复，在反复经历之后就习惯了。我还想让孩子慢慢体会一件事，你可以拼尽全力，但不需要被输赢的结果带着走。输了也不用每次都崩，该有的风度还要有。比如我们练巴西柔术，开始前要握手，结束后要击掌。教练每次训练的时候都会提醒他们，让他们熟悉这个礼节。下完一盘棋，不管输赢，我们都要说一句 good game， 然后握手。把这些礼节做到了，输赢就不会引起那么大的情绪波动。但我必须说句实话，光是重复失败这件事可能还不够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失败的感觉肯定是不好的，重复再多次也是不好的。你想一想，自己什么时候是最不怕失败呢？其实往往是你最想成功的时候。很多人在挫折教育的时候，
注重的是怎么克服失败，甚至淡化了对成功的渴望，觉得结果完全无所谓。其实你想一想，我们为什么要去忍受不断失败的滋味呢？不就是为了最后的成功吗？所以还是要让孩子有对成功的渴望。一个人足够想要成功，他就顾不上去害怕失败了。从这一点上，我觉得攀岩其实是一个很适合孩子的活动，因为他每一次尝试的成本很低，掉下来也没关系，休息一下再来一次。新的更难的路线本来就要试好几次才能上去的，而且攀岩的线路通常都有颜色的分级，黄色、红色、绿色、紫色，一个比一个难。对孩子来说，这个特别直观，他不用听你说我进步了，他自己看得见，他以前是爬这个颜色，现在可以挑战下一个颜色了。我们家孩子看到一条新的没上过的线路，经常会连着试好几次，中间都不休息。今天他第一次爬上了紫色，大概相当于 V3、V4， 已经跟我差不多了。他特别骄傲，跟我说我现在可以和爸爸爬一样的颜色了。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小剂量的失败练习，几次之后说不定就能成功，而且成功之后站在高处的那种骄傲，让他们觉得这是值得的。最后我还想说一个，大家有没有想过，很多时候失败会不会是被我们大人定义出来的？在大人眼里，成功和失败分得清清楚楚，但在孩子那儿可能没那么明显。他只是觉得我输了这一局，我不开心，我要发泄，过一会儿也就过去了。我会有这个倾向去跟孩子说，失败一次没关系啊。我以为我在安慰他，其实我是不是在反复提醒他刚刚失败了？我们要想一想，会不会在无形中把这个失败放大？所以我想以后的做法是承认他的情绪，输了会感到不开心是正常的，然后就让他过去，不去一直重复说你要如何面对失败这种事，而是把精力集中在下一次怎么能成功。这是一个我也还在摸索的话题。你是怎么培养孩子的抗挫折能力的？如果你的孩子失败了，情绪不好，你是怎么做的？欢迎在评论区聊。如果今天这一期对你有点启发，点个赞，关注一下，我们下期见。